每天早上8点，我的投研小助理都会给我推送一份最新的自选股分析报告，告诉我哪几个值得关注，哪几个有风险要避雷。如果我想看细节的话，点开就是完整的报告，包括市场技术、基本面、多头空头、新闻舆情等等多个维度的深层解析。所以我现在完全不用盯盘了，省下来的精力呢，可以放到策略研究和交易判断上。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套投研工作流是怎么搭建的，使用效果怎么样。整套东西的底座呢叫 Trading Agents， 是一个 IOM 驱动的多 Agent 交易框架。大模型呢，我用的是智谱刚发布的 GLM 5.3， 另外我用 Zcode 给它写了一个叫 Studio 的插件，负责压缩报告和定时推送。这个插件呢我也开源了。先说说 Trading Agents， 在 GitHub 呢它有9万多的 star， 是现在最流行的交易框架之一。它的思路非常明确哈，就是不能让一个 AI 呢直接去分析股票，要用多个 Agent 搭建一个虚拟的投研团队，各司其职，相互配合。拿到一只股票后呢，要拆分给4个独立的 agent 分析师，他们一个看技术面，一个从社交媒体看市场情绪，一个看新闻舆情，一个看基本面，先各自出一份报告。然后呢，再用2个相互对立的 agent， 他俩一个是看多的，一个是看空的，就拿着前面那4份报告进行好几轮的一个争吵和辩论。辩论结束之后呢，由交易员来拍板。另外后面还有一个风控团队，从激进、中立、保守3个角度，再把这个决定挑一遍毛病。但是原生的 Trading Agents 呢，它只支持 Y Finance 的数据源，做不了 A 股，所以这里呢，我用了它的中文版，就是 Trading Agents CM 数据源呢，它改成了用 To Share， 是适配 A 股的。这里还要提一下哈，就是这是国内的一个第三方团队做的，不是官方维护的。我装它呢，就是冲着这个多角色辩论去的。实际使用的体感呢，它的分析质量确实会比一个 AI 闷头写要靠谱得多。不过光有它呢还不够，这距离我们每天早上收到一条消息就完事儿还差得很远。Trading Agent 呢，它本身只是一个分析工具，不是一条能自动运转的流水线。要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，中间还差了几个东西。第一呢，就是它生成的报告是一份好几千字的 Markdown 文件，分析的确实很细，但是每天开盘前我们那点时间其实是读不完的。第二呢，它不会主动通知你，你得自己打开电脑，打开网页，然后等它跑完，这跟人工盯盘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。第三呢，就是如果我想换一个模型试试效果，我需要手动去改配置，手动去运行，然后手动记录数据，来回还是比较折腾的。第四呢，就是几个 agent 之间的辩论过程呢，我只能在 UI 里面去看，它是一个独立的页面，整个辩论的过程呢还是没有那么清晰。把这4样补全呢，一个分析工具才能变成一条工作流，就支持自动运行、自动总结、自动推送。如果想看细节的话，还能去翻细节。不过这里的每一项呢都要去改代码，而且要先读懂人家原来的结构才能动手。这个活呢我不想自己干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模型来帮我做。要改一个10几万行代码的项目，这和让 AI 写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不是一回事儿。它首先要读懂别人的代码结构，改完呢还能够跑起来。这个活呢其实还是比较挑模型的。我用的是智谱几天前刚刚发布的 GLM 5.3， 看各种 benchmark 的分数啊，非常接近 Cloud Fiber 5和 GPT 5.6。coding 能力呢应该是现在开源模型里面最强的，也是国内第一，性价比和响应速度也都很不错。说句题外话哈，就是这件事如果放在2年前是很难干成的，因为那会儿的开源模型呢，它写不了这种量级的 coding 改造，开源框架也没有现在这么成熟。如果想搞这么一套东西呢，基本上得靠自己从头来写。现在这几样刚好都到位了，所以我认为现在是自己动手搭这么一套工作流最好的时候，不需要等到谁来做个产品卖给你，我们自己用大模型就能够写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最好的工作流。GLM 5.3 呢，现在已经上了智谱自己的编程工具 Zcode， 如果订购了 Coding Plan 的话，现在就能用。所以我这期呢，我就在 Zcode 里面去操作。Zcode 呢，可以在官网下载安装，非常方便。登录后呢，可以选择模型为 GLM 5.3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安装一下 Trading Agents。官方给的安装步骤其实是比较详细的，但我还是不想自己安装，我想用 Zcode 帮我安装。所以我直接把仓库地址呢丢给他，让他自己读一下 README， 然后帮我呢用 Docker 来部署。整个安装过程呢 Zcode 都会帮我 cover 住，遇到的问题呢都会自己解决，不会给我那种请您检查您的配置这种敷衍的回答，而是直接去翻了项目里呢几个相关的文件，直接定义的问题，然后帮我修复了。好，安装完了， Zcode 呢也直接贴出来了 Web UI 的地址，可以直接点击打开。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，需要登录，默认密码呢也在这里有提示。我第一次登录的时候提示用户名和密码错误，我直接把这个报错告诉了 Zcode， 让他帮我继续解决。Zcode 经过分析之后呢，确认是因为数据库里边呢还没有默认用户的信息，这也是官方提供的 Docker 部署流程的一个缺陷。如果我是人工操作来部署的话，大概率也要在这卡很久。找到原因之后呢， Zcode 也评估了修复方式，并且在后端直接调用初始化脚本，创建了默认的管理员，
并且还用 API 的方式进行了测试，看是否真的解决了问题。好 ，Zcode 修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我重新打开前端 UI， 输入账号密码，这次就成功登录进去了。登录之后可以看到 Trading Agents 提供了几个主要的功能模块，主要就是股票分析。服务起来之后呢，在正式使用之前要配置一下模型，在配置管理这儿先添加厂商，主要是 API Key， 要提前在质朴的 Big Model API 平台上注册好新建 Key， 然后在大模型配置这儿添加模型，这里我添加了 GM 5.3， 测试一下连通性，没问题，能连接上。配置完成后呢，在股票分析界面就能选到这个模型了。先拿一只股票来试一下，我这里演示用的是比亚迪，代码是002594。分析深度呢，选择5级，直接拉满，做最全面的分析。分析师团队呢，只能选3个，因为 A 股呢受限于数据源，它没法接入社交媒体。然后点击开始智能分析 ，Trading Agents 呢就开始调用大模型，从多个分析师的维度进行分析了。等个大概5-6分钟就能看到分析报告了。整份报告呢6000多字，包括关键指标、关键摘要，方便你快速的去掌握结论。然后下面呢还有更详细的各个维度的分析报告、投资建议、风险评估，非常全面。整个报告呢，我也放到 Git 了，大家可以去自己查阅一下。到这一步呢，我手上有的还只是一个能出报告的工具，离我们刚才想要的每天早上8点自动推送手机的工作流还差着几样东西。我把这几个需求呢，一次性的丢给 Zcode， 让他帮我设计一套增强套件。Zcode 呢，直接给出了方案，包括有4个模块，分别是 Digest、Notify、Replay 和 Compare， 有一个统一的配置入口，还有一份 Docker 补丁，方便别人安装上去。我们来挨个看一下。第一个模块呢是 Digest， 这个模块最简单也最实用，就是把详细的报告呢提炼精简，输出几行简短的结论，包括关键的信号、几个分钱点。原来6000多字的报告呢，现在只剩下200多字左右，刚好够我手机上一页看完。如果想看细节的话，我再点击下钻去看完整的报告。第二个呢是推送功能 Notify， 我让它一次做了5个渠道，包括飞书、企业微信、钉钉、Telegram 和邮件。这期演示呢，我只用飞书。其他的几个逻辑是一样的，改个地址就能用。配好地址，我们先手动触发一次，可以看到推送过来的不是那个完整的报告，是刚才 Digest 的模块处理好的精简版。下面呢挂了一个链接，如果我想看完整的内容，就直接点进去看就可以。这里可以设一个定时，就是每天开盘前呢，让它自己跑一下，然后把结果推送出来，就是开头给大家看到的那一条。到这一步呢，我才算是真的不用盯盘了，我不用开电脑，也不用点网页，只需要等它自己跑完，主动跟我汇报就行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个人最想要的，因为 Trading Agents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多个 Agent 的辩论环节。我想用一个回放按钮，把整个辩论过程呢渲染成群聊的样子。每个 Agent 都有自己的头像，他们轮流发言，看多的在左边，看空的在右边，就算炒了多个轮次，也能一目了然。除了这个聊天流的视图呢，还有一个正反打的视图，就是把双方的分歧点两两配对，同一个话题，左边的多头是怎么说的，右边的空头是怎么说的，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到底在吵什么。最后一个是想解决换模型的问题，最终的效果呢，就是用一条命令就能开始对同一只股票、同一个日期、同一套配置，用不同的模型开始分析。我也拿 GM 5.3 跟 DeepSeek V4、Kimi K3 比了一下，在这儿呢，不是比谁的文采好，比的是几个硬指标，就是看每个模型跑一遍多久，消耗多少 token， 经过了几轮辩论，中途呢会不会忘掉前面说的话，有没有编出数据里根本没有存在的数字，还有呢就是会不会串角色。在这儿呢，我也把我的测试结果贴上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有了这4个模块，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工作流了。每天早上自动运行自选股分析，然后用 Digest 精简结论，用 Notify 推到我的手机上。如果想看细节的话，点开 Replay。Compare 呢是一个单独的入口，在换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。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呢，就是早上看一眼手机。这4个模块我也开源了，地址放在简介里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回过头来看呢，这期干的事其实不是特别复杂，就是拿一个开源的分析工具当底座，在外面呢补了几个增强的插件，串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流。代码呢也基本不是我写的，我做的事儿就是提需求，看它改，复制报错，然后点确认，前后花了不到2天时间。在整个过程中 GM 5.3 表现到底怎么样，说一下我的感受。第一呢，就是处理这种长任务它不会掉链子。这次从整个装环境到写完4个模块，前后跨了2天，几十轮对话，中间它没有忘掉前面要定的目录结构和接口的一些约定。这个其实比单词写的漂亮更难，因为很多模型往往写到后面就开始自说自话了。第二呢，是报错定位是比较准的，装的时候我也踩了一些坑哈，我只是把报错原样的贴过去，没有给任何的额外信息，他自己去翻了几个相关的文件，一次就定位到了，没有说那种让我反复去检查我的配置这种车轱辘话。
第三呢，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动手。在我让他接入 Trading Agents 的时候呢，我一开始是想让他写一个适配层，自己来接入。但是他翻完了所有的代码，告诉我说结论是不用写新的适配层，按现有模式配一份就行。他能够主动识别到这个不用做，这个就比一些看到什么都想重构一遍的模型要省心得多，也更省 token 一些。所以我的结论呢，就是让他读项目文件、改代码、干这种偏工程的活，可以完全放心。这次整套东西呢，基本上也是他写的，我只是提需求和点确认。至于他给出的选股建议准不准呢？这期我们没有做实盘验证，也不是给大家的投资建议。这期呢，我们讲的是工程能力，不是荐股。这期用到的所有的模型、编程工具，我都放在简介里了，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去试一下。最后再说个事儿哈，就是这期呢，我们只是把一个框架改顺手了，但更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就是这类 AI 炒股工具它到底能不能赚钱？这个问题好像从来没有博主回答过。我现在呢也正在搭一个擂台，就是让几个最流行的框架配合最牛逼的模型，同台竞技，连续跑1个月，看看最后谁能胜出。做好了呢，我就发出来，想看的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。好，本期内容就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见。